这已经是我们香港系列的第3集了。上一集我看了很多朋友留言说，香港人对说普通话的游客非常的不礼貌，很多人把这归之于对大陆人的一种歧视。当然也有可能有这种因素了，但是我和 AI 聊了一会儿，也看了一些其他的资料，我发现很多西方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抱怨。ChatGPT 呢给的解释还挺有诗意。他说：“这不是你想象的坏，而是太累，累到没有力气对陌生人微笑。香港像一个高压锅，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也制造了巨大的压力。有的人飞得很高，但更多的人被压得很低。”今天我们就来带你去看一看这种不友好背后到底是什么，到高楼大厦背后的阴影里边去探索一下另外一个香港。我的天，这味儿！给他们no，不要骂，10块钱 ，yes，10块钱给你们10块，那个这是九龙半岛的深水社，离香港岛的中环只有20分钟的车程，却是完全不同的2个世界。My God, this is crazy！ 这儿每平方米的人口密度是4.4万人，当然这还不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啊，最高的是观塘区，达到了6.1万人每平方公里。横向对比一下啊，即使是中国最挤的北京西城区，每平方公里也只有2万多人。深水社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5.5平方米啊，很多人住在所谓的汤房里。就是说，一个普通的40多平方米的公寓被隔成了4个到5个独立的小间，在这儿马桶紧挨着电磁灶，床头就是洗手池，很多隔间没有窗户，你分不清是午夜还是正午。邻居手机刷短视频的声音、小孩的哭闹，甚至是邻居的呼吸都是清晰可见。追到房顶的这个杂物啊，闻到的这个陈年隔代的潮气和霉味儿。尽管是这样的条件，但是租金如果按每平方尺来算，单位租金已经远超中环那些高档的公寓了。像刚才看到那套房子啊，或者说是隔间儿，每套呢要超过7000港币，也要多于1000美元了。竹竿，这是做建筑脚手架的竹竿哈。前一阵香港大埔鸿福苑的大火，死了很多人的大火呢，就是因为用这种竹制的脚手架起火引起的。现在看起来，这种用竹子的脚手架还是在广泛应用的。你看这些楼啊，都是竹子的脚手架在维修。和朋友聊啊，九龙这一块这个房屋的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每平方米大概15万左右，香港岛呢得20万。很多人讲这个香港地少人多啊，所以说这是房价太高的原因。实际上这是政府或者是利益阶层让你相信的一个原因。实际上香港光绿地和公园的面积就已经接近土地总量的80%，你能说是土地少吗？前几年我回北京啊，经常和当地人聊，他们说北京就这么大块地是吧，人越来越多，这个房价肯定会越涨越高，永远不会停下来。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让你相信的一个原因。统计数字说话，北京每平方米，整个北京我说哈，每平方公里只有1300人，相对于刚才我说的深水社这一块啊，每平方公里已经44000人。你能说北京的密度大吗？操纵土地的上市总量，这是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共同玩的一个 game。别拿环保说事儿，这跟钱有关。晚上我们来到了油麻地的庙街一带转转，找个地方吃饭。What kind of restaurant this is？ 长时间了吧？你看这队排的这个星际这家，很多不起眼的小店儿，前面都大排长龙，我想可能是网红吧。天哪，这怎么办？这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咱不排了，这得排1个小时以上。还有好多老外在这儿排呢，我懂吗？天哪，啥呀 ？My God, this is crazy！ 回到本期的主题啊，为什么香港的餐馆啊显得这么冰冷啊？有时候缺乏礼貌。
因为他们的从业人员大部分就住在这样的社区里面，每天前20到30单，他们挣的钱甚至不足以支付每天的房租。深水社的这个家庭中位收入每个月是12000港币，可一个隔间就要7000甚至更多。香港的贫富差距呢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，吉尼系数呢已经达到了5.4%，超过了警戒线啊。相对于美国和中国，这已经是贫富差距非常厉害的地方了哈。像美国只有4.8%，中国呢只有4.5%。这种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呢，社会上往往是笼罩着一种戾气，这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说在香港旅行体验不是太好的原因。其实我们在美国大城市的唐人街里边，有的时候也能体验到这种氛围，是不是？有些中餐馆的服务态度也是非常差。有一次因为服务态度非常差，我就拒绝付小费，没给他小费，然后他竟然追了出来。我说我给你老板解释，他说老板不在这儿。我说我给你老板打电话，他说他老板没有电话。北京呢，很多中低档餐馆的服务质量也是很差，这个服务员呢也不跟你打招呼，就在那玩手机。一开始呢，我会很生气，但是时间长了，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的处境，是吧？赚钱是你老板的，你就给我这么一点钱，即使是你把我 fire 了，我也可以再找一个工作，很容易。你再找一个同样的员工，还付最低工资，可能还得费点功夫。我们这次旅行的下一站就是台湾。我们的很多网友一直推荐我们去台湾看一看，说那是一个幸福感很高的地方，而且对游客非常友好，这把我们的期望值给拉得很高啊。具体是不是这样，还待于我们下一步的亲身体验。相对于香港呢，台湾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，台湾的 GDP 只有35000美金人均，香港呢高达5万美金以上了。那为什么这两个地方的幸福感差别如此之大呢？我看了一下，台湾的吉尼系数只有3点几，远低于香港，也远低于美国和中国大陆。贫富差距比较低啊，似乎是台湾幸福感比较强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啊？随着我们一起去台湾去探索。我们还在油麻地这块逛哈，也带大家看一看香港的夜景。我20多年以前来香港的这些地方我们都没有走到。我待的那个地方是铜锣湾是香港比较光鲜的地方。朋友带我们去玩的也是能够体现香港面子的地方，中环山顶还有九龙尖沙咀这次来呢，朋友也 offer 要全程陪同我们都婉拒了。这也是我们到世界各地旅行的一个原则，因为我们很多网友很好客，是吧？带我们玩，但是呢，我们其实更愿意看一些真实的方面，不光要看好的。另外呢，这次呢，我们要特别提出来，有几个朋友特别提出来去香港看看，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，当然他们也都婉拒了。送走了朋友以后呢，我们坐地铁已经到了香港铜锣湾站了。想起20多年以前，我到香港来出差，公司派车把我送到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地方，他说要把车直接开到车库里去，我就问他，我没有看见车库只看到街边摆了好几张桌子，很多人在那儿吃饭，司机呢就像那个店小二摆了摆手，结果过了几个店小二把那几个桌子移走了，车库的大门就出现了。我们把车子开进去以后，那个店小二又把那几个桌子拉回来，那些食客呢又继续在那儿吃。这以前记着吧，潇洒走一回那个。对，叶倩文嘛。铜锣湾商业区走到头就是维多利亚公园。李磊又跟 AI 对话了这个 AI 讲，香港的伟大不在于它有多少摩天大楼，更在于它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容纳下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这 AI 都快成精了我们想不出比这更确切的描述香港的语言。其实香港还有第3种人生，这就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34万外籍保姆。维多利亚公园，香港最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此刻他们在这儿搭起帐篷，野餐 social party， 享受他们1周1次的星期天的假日。
这看起来有点乱，有点丑陋，甚至有点违和。但是香港就是这样任由他们存在的，这在内地简直不可想象。但是在香港，它不为了表面的光鲜来掩盖贫穷，也给生活在夹缝里的人一席之地，即使是生活在这个摩天大楼最底端的外籍劳工。这几位来自印尼的这个外籍保姆给丽丽聊天，她说他们一周休息一天，星期天呢他就在这儿聚会。香港法律呢不允许他们在这儿过夜，他们也不会在这儿过夜。一般到了晚上9点钟，他们就会陆续离开这儿，回到各自服务的家庭里边，准备开始下周的工作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们在香港的这几天，我们已经体会到有这么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了。你看这儿还有这个女佣中介的广告，他们和在大陆对佣人的印象有些差别，他们显得更加自信和自尊。这可能是跟香港政府对他们的权益的保障有关系。他们是完全合法的家务劳动雇员。大概有34万这个外籍保姆生活在这个城市，就是每7个香港家庭里面就有1个雇佣外佣。他们工资大概每月5000港币左右，但是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单独的房间，仅此一项又给他们相当于增加了5000港币的工资。我们非常欣赏香港政府的这种政策因为没有这些外佣，老人怎么办？孩子谁来照顾？没有这个选项，可以说香港无法这样高速运转。这是我们最喜欢香港的一个方面。北美养老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人力成本过高。如果有类似的一个政策，没准我们也想回美国去养老，你说是吧？结束了这些沉重的话题，让我们再聊聊吃。香港的点心真是让我们终身难忘。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点心，但是香港 beat them all hands down。香港的西餐水平也是世界一流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AI 讲的。Google Gemini 说，除了欧洲本土以外，香港是最懂西餐的地方，而且它比欧洲本土有更多的创新。